果你即将死去，你愿意让克隆人代替你去照顾家人吗？这是一个关于牺牲与成全的故事，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，一部情断弦续的乐章，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，是接纳，是释然，是对生命无尽的眷恋。最近弗雷迪总是莫名其妙的晕倒，检查结果令人震惊，他已身患绝症。他曾想坦白这一切，但转念一想，曾经妻子因失去弟弟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半年，不与人交流，不接受安慰，至今仍深陷痛苦难以自拔，便打消这个念头。弗雷迪陷入了绝望，看到妻儿此刻是那样的幸福美满，若是自己离世，这份美好即将支离破碎。他逃进洗手间擦拭泪水，回想起医生的提议，让克隆人代替他，成为家庭中的一部分，继续为家人带来幸福和快乐。他只能找到医生，表示自己接受了这个方案。伴随着沉重金属门的开启，他第一次面对自己的复制品，尽管对此有所预料，但仍被眼前景象所震撼。眼前的人无论五官还是肤色，甚至是皮肤的纹理，都与自己一模一样。他伸手去握住克隆人的手，就连触感都如此熟悉，唯一的区别只是克隆人手心的黑痣。即便样貌相同，让另一个自己代替生活，代替自己照顾妻儿，他也一时无法接受。弗雷迪害怕自己被取代，被淡忘。I'm sorry, Tucker. I can't do this. 弗雷迪决意放弃，医生并未强求，只是轻声提醒他再三考虑。回到家中，妻子察觉到他的疲惫，将他紧紧拥抱，让他抚摸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。弗雷迪闭上双眼，那生命的脉动让他再次陷入深深的忧郁。他明白，不能让孩子出生就没有父亲的陪伴，也不能让妻子再次经历失去的打击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弗雷迪决定再次联系医生。医生知道他的担忧，于是向他介绍了另一位克隆人。凯特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，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克隆人。他的女儿和克隆人妈妈生活得非常幸福。这一幕让弗雷迪不禁想象，如果他的妻儿有了克隆人的陪伴，也许也会像这样快乐。他心中既有一丝欣慰，也夹杂着失落。以出差的名义，弗雷迪再次来到实验室，见到了凯特本人。两人都面临着生命的终结。弗雷迪告诉他的女儿过得很好，克隆人妈妈照顾得很周到。凯特沉默不语，但他脸上的表情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与释然。又过了一天，弗雷迪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他开始将自己的记忆传输给克隆人。那些与妻子从相识到相爱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脑海中浮现：初次见面时的尴尬，热恋时的甜蜜，儿子出生时的喜悦。记忆传输完毕后，弗雷迪在等待克隆人苏醒的间隙，给妻子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自己一切安好。他看着妻子正忙碌地为即将出生的宝宝准备衣物，心中涌动着悲伤，却努力保持着平静，不让任何情绪泄露。然而当他与儿子通过视频玩游戏时，突然感到一阵耳鸣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又要晕倒了。在晕倒前的一刻，他及时切断了通话。这个时候，克隆人缓缓睁开了双眼，医生告知他，他只是别人的替代品。他听完后并没有任何抵触之意，而是选择接纳这个现实。次日清晨醒来的弗雷迪来到实验室，此时克隆人正接受医生对记忆传输完整性的测试。弗雷迪看着对方诉说自己与妻儿的幸福时光，内心五味杂陈。他情不自禁地迈前一步，当四目相对的刹那，克隆人的笑容暗淡了。两人眼神对视的一瞬间，却又好似看到了久别重逢的挚友。为了杜绝意外，两人必须相处一段时间，从日常点滴中找出彼此的差异。可怕的是，无论性格还是生活习性，两人都如出一辙，宛如照镜子一般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弗雷迪大限将至，而克隆人杰克却能健康地活下去。测试当天，杰克将与妻子视频通话。拨号的时候，杰克显得有些紧张，但当看到妻子的面容时，他逐渐恢复了从容。妻子也没有察觉到丝毫不对劲，笑着与杰克聊起了这几天的日常琐事。两人聊着家常，简简单单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爱意。弗雷迪看着克隆人与妻子谈笑风生，不由得渐渐握紧了拳头。两人的笑声越来越大，他内心受到的打击似乎也越沉重。终于，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挚爱与别人亲密的聊天，于是强行的中断了通话。这一行为也让杰克感到愤怒。 What did you do? You don't like this. You think I like this? Talking to my wife on the spotlight? She's not your wife! Oh. You are not me! 弗雷迪无法接受任何人夺走他所珍视的幸福，即便是自己的克隆人也不行。两人开始激烈的争论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然而争吵才刚开始，弗雷迪就感到一阵剧痛，他的身体开始摇晃，几乎要失去意识。病魔的突然发作，让他险些晕倒在地。It's okay. It's okay. Breathe, breathe. 弗雷迪转身离去，杰克感到了歉疚，他没有顾及弗雷迪的感受，忘却了自己克隆人的身份。医生安慰他说，那并非他的过错，因为两人拥有相同的记忆，他就是另一个弗雷迪，并无你我之分。等待双方都平复情绪后，杰克主动找到弗雷迪，为刚才的行为真诚道歉。弗雷迪也原谅了他，他们促膝长谈，只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。弗雷迪意识到杰克完全能给妻子幸福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。他静静地思考着，似乎也接受自己即将离开的现实，于是决定了让克隆人完全取代自己。他有一个最后的请求，
那就是再见妻子一面，但这又充满了风险。如果弗雷迪在见面时晕倒，妻子就会发现真相，而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。杰克看着手中的铅笔，那是他与弗雷迪唯一的区别。他用力将其插入手中，似乎要抹去这一颗黑痣，也希望这一切都将顺利。弗雷迪刚走到门口，就感到身体不稳，随即倒地。幸运的是，他及时恢复。妻子并没有看到这一幕，他艰难地回到车里，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与家人相见。杰克代替他回到了家，弗雷迪只能通过杰克的视角观察家人。他看到家人的欢笑，心中也感到一丝欣慰，但随即又被痛苦所取代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旁观者。I couldn't lose you, Cam. I couldn't live. 弗雷迪在听到妻子发自内心的话语后，确信自己的决定无比正确。但随着杰克越来越频繁地摘下隐形眼镜，医生暗示杰克可能不再愿意只做一个替代品，而是想要完全成为家庭的一部分。这同样意味着杰克已经越来越适应他现在的角色。虽然弗雷迪感到难以接受，但为了家人的幸福，他选择了忍耐。可是他开始频繁地做噩梦，梦见杰克伤害他的妻子，这让他越来越担心妻子的生活。在杰克又一次摘下眼镜的那天，弗雷迪无法再忍耐，他悄悄地回到了家。他没有直接去见家人，而是躲进了阁楼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儿子的画作，坐在沙发上感受着这一切的真实与遥远。他翻看着杰克和妻子的聊天记录，那里充满了爱与关怀，是他之前未曾察觉的。这时他意识到杰克一直在很好的代替他照顾家人。杰克看到弗雷迪眼中的坚定与忧伤，没有责怪他的突然归来。他意识到自己频繁的关闭监视器可能让弗雷迪感到了不安。杰克明白弗雷迪需要一个正式的告别。Do what you need to do. 直到此时，弗雷迪才完完全全的信任了杰克，也终于真正愿意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他。他走进儿子的卧室，轻轻唤醒了酣睡的宝贝，随后带着儿子来到客厅享用零食。杰克目睹这一切，对弗雷迪油然而生的产生了同情。这些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但对他而言却是那般艰难。儿子也无比欢喜，只是他不知这是父亲最后的告别。弗雷迪静静地看着儿子，他明白自己无缘见证儿子长大成人的样子，唯有将他现在的模样铭刻在心里。Corey, Yes, I love you, man. I love you too, Dad. 弗雷迪随后走进了卧室，紧紧地拥抱了他的妻子。妻子察觉到了他的异样，但他并没有追问，只是温柔地安慰他，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弗雷迪问妻子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，妻子坚定地点了点头，他也终于露出了笑容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了价值。他深情地凝视着妻子，多么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刻停留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陪伴他走完余生。既然伤害不可避免，他只能独自承受，让生者继续前行。命运是残酷的，但人性之光在闪耀。在告别之前，他将自己的结婚戒指交给了杰克，这象征着他将一切托付给了他。弗雷迪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杰克会像他一样深爱着妻子和孩子。爱的力量让杰克代替弗雷迪走向更远的生命旅程。在他回到实验室时，杰克送给了他一份礼物。 Faye, 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 you love me. I love you, Cameron Turner. Always have. And always will. 生命如歌，悲喜交织，一个即将谢幕，一个重新登场，是告别，也是新生，是放手，也是紧握。在克隆人与本我之间，爱成为永恒的桥梁，爱超越了血肉之躯，在记忆的传承中永恒。弗雷迪的离去是静默的悲歌，在克隆人手中续写着未完的篇章。